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皮，今天继续更新《神奇宝贝》第11部剧场版。这一部剧场版主要讲的是神兽冥王龙和薛米之间的故事。这里先事先说明一点啊，冥王龙另一种说法也叫做奇亚迪拉。我可不希望下面再有人评论说我说错了，这只是翻译不同而已。好了，现在进入正题。影片一开始，蒂亚卢卡正在树林中喝水，但此时冥王龙却突然从另一个空间中出现，想要将蒂亚卢卡拖进来。而在树林旁的杰米非常不幸地被卷入到其中，和蒂亚卢卡一样被带到了反转世界。蒂亚卢卡试图想回到自己的世界，但冥王龙却紧追不放。而此时杰米却通过自己的力量打开了回到原来世界的大门。蒂亚卢卡想跟着出去，冥王龙前去阻止，但反而被迪亚卢卡的一个技能打中，而中招后的冥王龙却再也出不去了。画面一转，杰米回到现实世界后坠入水中，顺着瀑布，他遇到了正在午餐中的小智一行人。小智一伙对这个突然出现的小家伙非常好奇。小屋将他清理干净后，大家发现杰米可以通过心灵感应与人沟通，不过还没消融多久，杰米却发起了高烧，于是三人急急忙忙的将他带去了神奇宝贝中心。烧好后的杰米告诉众人，他现在要去花田，这样才可以起飞迁移到其他地方。小光答应了他这个请求。然而刚刚出门不久，小智一伙就遭到冥王龙的袭击，除了小刚，小智一伙和火箭队都被冥王龙击到了反转世界。在反转世界里，小智一行人遇到了学者木玄，在木玄的带领下，小智一行人回到了现实世界。另外从他的口中我们也知道了冥王龙为什么和迪亚卢卡发生了争执，原来是因为在上一部剧场版中，因为迪亚卢卡和帕尔奇亚发生了争斗，导致了反转世界遭到了破坏，所以冥王龙才这么生气。而与此同时，一直监视着一切动态的大反派杰洛打算通过揭秘来抓住冥王龙，于是他派出了大量的神奇宝贝。小智一伙人在逃跑的过程中来到了一辆火车上，在这里小智恰好遇到了一位知道花田所在地的人，并且揭秘此时还因为吸入了感谢之花的花粉，第一次变成了天空形态。变成天空形态揭秘非常自信，他以这副形态和小智的皮卡丘玩耍了一会后，冥王龙又一次将他们带回了反转世界。然而这次一直跟踪小智行的杰洛也趁机跟了过来，他顺利的抓住了杰米，让他吸入黑色气体，发出了种子闪光，将冥王龙带回了现实世界。冥王龙虽然确实想出去，但是他不知道的是，他出去后竟然成为了别人的目标。杰洛利用高科技机器将冥王龙捕捉，让把他的能力复制到机器上，以此来控制整个反转世界。木玄看到这一幕顿时就慌了，因为这个机器原本就是他发明的，但是当得知这个机器会要冥王龙的命时，便果断放弃了这个计划。而当时还是他助手的杰洛却不死心，重拾了这个计划。知道事情的厉害后，木玄被带着小智与小光搭乘飞行器来到飞船上，由小智与小光做掩护，木玄则趁此进入到飞行器内部，想关掉机器。虽然最后计划成功了，但是冥王龙却已经奄奄一息了。正让众人都感到万分难过之时，杰米发动了自己的治愈能力，这才恢复了冥王龙的伤势。另一边，虽然计划被阻止，但杰洛已经完全复制了冥王龙的能力，他打开了反转世界的道路，打算破坏整个现实世界。冥王龙则带着小智和杰米紧随其后去阻止他。整个剧场版也在这个时候进入到了高潮。由于杰洛的破坏，导致现实中的冰河不断移动，这直接就惊动了另一只神兽雷吉奇亚斯，他带领着一群小阿猪一起阻止冰河的移动，但是这只是暂时的。如果不阻止反转世界中的杰洛，那么现实世界依然会被破坏掉。此时反转世界内也正上演着一场大战，虽然冥王龙身为反转世界里的王，但是在杰洛的高科技武器面前却占不到任何便宜。危急关头，还是小智急中生智，让杰米使用种子闪光将杰洛吸出了反转世界。出来后杰洛立马遭到报应，被山谷中的精灵冻住，机器再也无法使用。而在反转世界中，冥王龙则带着小智将限制冰河的冰柱全部修复。注意，这里小智是骑着冥王龙的哦。故事的最后，小智与小光向杰米道别，杰米则带着自己的伙伴继续着下一个地方的旅程。这个剧场版的总票房为48亿日元，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了。Hello， 我是阿 P，咱们下期见。